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其实好，大家好。另外是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中日战机有冲突，这是指的中国大陆的战机用雷射光照射日本的战机，那发生在2天前，高市早苗发声了，他说各方都要冷静应对对这件事情深深感到遗憾。那到底这个事件的经过是什么呢？所谓这个日本的防卫省指控中国用火控雷射2度照射是什么事情前自卫队的干部还特别在媒体上面分析说，这个很像是拔枪啊，非常的挑衅甚至是已经相当于把手指头放上枪支的扳机上头了。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的防卫省他们指控说，中国的辽宁舰他们的航母在 Okinawa 周边2天起降100次所以他们都在严密的观察当中。在对岸的百度热搜第1名就是中方不接受日方所谓的交涉，已经当场驳回了。可见中国大陆的网友也对于日本到底要不要把所谓的这个言论台湾有事的言论收回去他们也是在密切的关注中。那雷射照射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事？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有回应是在7号的深夜发布新闻稿，说是日本人在炒作，并且说日本这里颠倒黑白，嫁祸于人渲染这个紧张的局势误导国际的视听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事件本身北京就说中国的歼15雷达瞄准日本的 F-15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日本的战机抵近干扰他们的航母舰载机的训练。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这个日本知道说2天起降100次，他们在这边做训练所以这是北京的说法。两造的说法我们都呈现在这里给大家看了不过我们来看看对岸的军事专家有讲，他说辽宁舰在宫古海峡训练事实上是解放军被日军滋扰专家说如果你来滋扰我擅闯，或者是我也可以把你视为标靶，你的后果要自行负责所以两边现在都在测试底线吗那对国际社会的说法其实不太一样就看你要相信哪一边了。我们看到辽宁号的战机对日本战机死亡凝视半小时，这是发生什么事？就是歼15跟这个日本的 F-15J 在冲绳的外海上空这个有半个小时互相对峙所以它媒体的标题是死亡凝视。我们看到呢，本来中国跟日本的政府之间有一个热线某种程度是护栏就是不要擦枪走火。可是呢，这一次的所谓半个小时的对峙，到底有没有使用热线呢？这个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因为中日交恶，这个热线已经中断了呢？现在外界也都在猜测。而中日的军斗现在互不相让各国也都在防范更进一步的冲突发生。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做法。日本最近1年在马毛岛这个地方建设打造不成航母，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空拍图短短1年之间，本来是无人岛，这是2024年5月8号拍的，到了今年的9月9号，1年它建设的非常快速。里头这个岛上面有多处军事的设施，而且初具规模了所以你看到媒体说，这是一个具备完整功能的军事基地轮廓正在形成当中那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就在西南海域这个地方，日本的西南海域这个地方。中国呢某种程度也要一个这个展示武力嘛，所以它展示反潜武器库这个威胁美日的潜舰霸权所以你可以看到东西包括美日和中国大陆的对峙，现在看起来是越演越烈了。来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 F-15跟歼15的对峙？我这个主要是辽宁舰它从宫古海峡从宫古岛走过嘛，然后日本的歼15就升空那引发了中国的反制那因为双方都没有公布航机图啦，就有点各说各话，到底你距离我多远那距离多远叫做进入我的警戒区了很可能双方就会各说各话比如说那个辽宁舰就会觉得你靠我太近，那因为
军舰也视同一个国家的领土的延伸，所以你要跟我保持距离啊。可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那个航机图瞬间的航机图，这个航机图还要包括你这个辽宁舰在哪里啊，然后飞机飞到哪里，要去对照啊。我觉得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啦，因为我讲白了啦，你日本也在琉球6个岛在装飞弹，你认为中国大陆会没意见吗？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到琉球诸岛附近看看？宫古岛就其中之一啊。宫古岛也有装飞弹所以我觉得类似这种事情恐怕会越来越多。不过我觉得高市早苗在军事上的部署一个一个得逞，这个中国大陆也要考虑一下了，因为他在得逞比如说他在那个6个岛在装飞弹，他是真的装上去了。而且它是移动车辆，所以一定是用军舰载过去登陆，要搬上去。那中国大陆没有去围啊，你围了就变成亚洲版的古巴危机，然后他就得逞嘛，他就搬上去了。第二，日本也修正了武器出口的限制啊。本来只能够卖非攻击武器嘛，现在通过了，03飞弹。可以卖给菲律宾，那个就是反舰导弹啊，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正朝着他的目标一步一步在前进，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嘛，就是我利用中日的紧张拉高我的民调，还有自民党的民调，这个他也赢了哦，他现在民调75，自民党民调41啊。所以，如果再这样坚持到明年2、3月，搞不好可以发动改选啊。那自民党搞不好多几席啊。安倍不就搞过这个？这个是指国内政情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他借由中日的冲突升高紧张态势，然后他修改掉一些军事的限制。我认为美国，你去看这一次美国公布的那个国家安全的战略。我认为隐约之中也要放日本出笼啊，放虎出笼，因为美国有讲嘛，说未来在第一岛链，如果是保卫台湾，美国要连同盟友共同挹注资源，才能够发生威慑的作用。美国承认自己不够力了，所以你想一想，哪一个盟友最有力？当然是日本啊。就是有一点要把它拖下来，所以美国最近都不讲话。比如说高市早苗说：“非核3原则我要修啊，武器出口我要修啊，我要在琉球装导弹啊，等等啊。”美国都不作声哦。我认为美国是默许的。那你目前看到，我是觉得军事博弈是这样啦，不是文宣战啊。你要看到人家一个一个在得逞啊，那你做了什么？比如说中国大陆，你做了100艘舰艇的演练啊，或者是潜艇的演练啊，这没有意义了。因为你的目标是什么？可是日本是一个一个在前进，他有得分啊。我们如果就博弈来讲，这样是得分啊。那非核3原则现在没有办法嘛，因为党内跟在野党严厉反对啊。可是我认为他其他的部分在得分啊。可是也在美国的默许之下，美国都没有讲话啊。那当然，日本的右翼对美国没有力挺也是有意见的，说你怎么都没有嘴巴上也要讲，帮我讲一讲啊。因为目前只有那种低阶的国务院发言人，还有那个驻日大使卢比奥都不讲话。你没有发现白宫记者会都没有人提问吗？因为他不敢得罪中国啊。我认为那个提问一定是被消掉，拜托大家不要问，就不要问这一题啦。不要问这一题所以目前我们如果从第三方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本是得分哦。高市民调上升，自民党民调上升，武器出口限制减少然后飞弹也搬到了琉球6岛上面去，就是布置上，就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那
国防预算也要增加到2%，这个也会成功，所以我是觉得，目前给我感觉中国在那个军事方面并没有得分，他们大部分又是用文宣的方式，用像这样子的，不然就用军演的方式，军演的方式，军演没有用啊，没有用的啦，还有经济制裁啦，经济制裁当然得分，那是另外的，那还有联合国那个敌国条款，这2个部分中国当然得分，是，可是军事的部分。高市早苗是得分是，来这个将军怎么看？因为您是飞行员出身哦，那这个用雷射来照射对方的飞行员，这个是大忌吗？不是，它是雷达照射，雷达，雷达照射，雷达，因为这个是可能日本的这个 F-15J可能抵近了，因为日本喜欢拍照，他是把这个舰上的这个航母，然后旁边几个护卫舰，你要近才拍得清楚，你远的话。距离这个几十海里太远了，近啊，那近中国大陆就要起飞，那起飞拦截它，做警告，甚至做驱离，是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机载的雷达机载雷达都是在这个机的头前，机手嘛，都是一个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扫描模式，雷达都一起飞你都会开嘛，是扫描模式。那扫描模式的时候，你只要按了一个钮就变成追踪模式。追踪模式我们就讲的锁定了，它就追踪哪一架。那你这个抬头显示器上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些资讯，距离你多远然后有没有在哪一型的飞弹射程的包络线里面，就很清楚了，是在霹雳1洞还是霹雳12还是霹雳15的飞弹的这个射程包络线，你可以选用什么飞弹，是这样子了，因为你锁定它了嘛。所以日本它为什么有反应？因为它只要被锁定，它的雷达预警系统，我们叫 RWR， 它就会开始启动。因为被锁定了，它就嘟嘟嘟嘟叫，飞行员的耳机里面就会听到那个声音，警告你了，你被锁定了，是这样，他就要做一些动作。锁定的下一步就是对他锁定的话，对啊，可能就这样，可能这样子。那距离那个中国大陆，我可以锁定你，我不发射啊。OK， 结果我拿了枪瞄准你，但我没有扣扳机啊，我保险我没有开保险啊，保险是关的啊，但是你会不会怕？因为你对着枪口对着我是这样，那只是警告嘛，就是说你这时候是不是要离开了？因为雷达预警系统叫了，那现在呢？最主要中国大陆航母它在那边做起降训练，起降训练呢，现在这空对舰的反舰飞弹性能都可以，能知道它的性能都可以打很远。你如果靠那么近，那你反舰飞弹一发射，我还来不及反应你就到了，是这样子。所以它的安全的缓冲区、安全的保障区会越来越开。为什么我要确保我的安全啊？那当然它就要做驱离的动作啊。那驱离动作，反正日本他飞他的，那就要警告他。那怎么警告呢？也不可能飞到前面去丢火焰弹，对不对？他战斗机也是蛮快的。可是 walking talking 不能讲吗？那因为不同，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无线电用的是这个不同频率，对，超高频。OK， 中国大陆是用超高频，美国的系统都用极高频，就是我们讲的 VHF、UHF。那中国大陆用的是 VHF， 美国用的是这个 UHF。那不一样啊，那2个是不通的，就一个好像是调频，一个是调幅，你2个根本不通。那在空中的话，就大家要比划了，然后他就把它做锁定。这个锁定当时控制状况怎么样？有飞行资料记录器，那个只是一个小片盒，那民航机叫做黑盒子啦，但是战斗机毕竟小嘛，只是个片盒，一倒出来一回放，就知道所有当中的状况，有没有锁定，一看就知道了。那同样的。日本的 F-15J， 它也有 AVTR 带子，拿出来一回放，有没有被锁？两边都拿出来，对，拿出来这样子，对。但是问题是，大家不拿出来，大家都不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讲啊，你看你拿出来，你是不是距离我那么近？对不对？所以我才被动啊。所以各说各话。对，说这个，那日本如果拿出来的话，中国大陆说，那中国都要拿出来，你看你靠我那么近，他说，你看你锁定我了，是。那2个都在那边讲，各说各话，所以双方都是。不发出来，都不公告，只是在口头上在那边做这个校正而已。那有没有这边锁定呢？所以我们讲的这是雷达照射，就是说把雷达进入追踪模式，就是锁定模式啦。因为平常的时候搜索模式没有进入追踪模式，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日本现在开发那个马毛岛，是马毛岛蛮大的，8.2平方公里，很大。对，因为它会考量到3个，第一个马毛岛。它的这个整个所有权是政府的，所以不用什么征收困扰，不用吧？直接马毛岛开发了吧？第二个，马毛岛它这个岛对生态、对都市的开发没有任何影响。你平常如果在那个
平常那个在城市开发的话，旁边都要进线建啊，都有这个高度梯度的这种方面的管制啊，所以都会做管制。就没有管制，它是个岛，也够大。它2个跑道，一个跑道是2800公尺，它有一个垂直的跑道是1800公尺，所以应该来看的话，它考量到生态，考量到不会有民众的反对。第二个又近，它就在种子岛旁边，是距离种子岛就有12平方公里，所以马岛岛是对日本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海上的可以启用的训练基地。最后要请教这个严老师，就中日这样的争端，到底有没有可能落幕的迹象？您的观察？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中国跟日本都在帮川普做球，就是我们两边升高紧张局势，然后忽然川普出来化解了一下，哇，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应该是他的吗？就是，如果今天中国要让步，一定是川普出来，是他才会把这个球让给他。同样高市也是，如果日本会让步，也是因为川普出来讲话了或者有什么讯息了，大家都为了讨好他嘛，就把这个做球做给他。可是现在的情况，就有一点点真的是像我们讲的说 chicken game 一样就大家你对我，我对你看谁先眨眼一样。那对峙，然后会不会我们比较担心总是一个就是擦枪走火嘛，就是会不会有人控制不住，你怎么这样子来好像骚扰我这个用来照我，那我就要有些反应，一反应呢就会我擦枪走火。所以现在担心是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大家都能够克制，那就是大家在演一场戏就互相表示我们都走战争边缘，但是还没有走进战争。那如果真正快要到边缘的时候，就麻烦川普先生出来讲几句话，然后就说我跟他们两边都很好，都很熟所以大家都愿意听我的，然后就稍微化解一下。我觉得当然不可能这个矛盾就像2010、2011那个时候的矛盾一样，会好久一阵子不可能很快结束。但是至少我觉得从现在的看，大概不会再特别去升高，特别军事方面。那制裁的、经济的贸易的这些，包括旅游的，我觉得会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川普大概也改不了什么。川普可以跟日本说，如果今天大陆什么的禁止你水产可以卖到美国来，可是川普不是这种人嘛，对不对？就是你的好朋友受到了别人的制裁，你应该说我来买那我觉得就没话讲。可是美国好像也没这个意愿，所所以看起来现在大概就是要等川普出手了。我认为是这样就是把 credit 给他，把 credit 给他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必须讲这个现在中日的冲突，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蛮紧张的。尤其来看辽宁号它沿着琉球群岛往北走那抵达在喜界岛以东大概190公里处，相当于前一天的位置。我们看到呢，这是第一次辽宁舰首次通过宫古海峡所以日本其实是蛮紧张的，它是通过宫古海峡。那从台湾有事一直到包括雷达照射这件事情呢中国大陆这边的媒体就分析说，高市早苗希望转移注意力，什么注意力呢？他国内其实有很多事情待办的。第一个就是政治资金的丑闻，第二个是国内经济社会的矛盾，第三个是执政联盟分裂的风险，所以他可能要把外部的这一些争端来转移国内的施政不力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日本修正了它的经济数据，7月到9月它的经济萎缩幅度更大了本季出口额较上一季下降了 1.2%， 它的 GDP 也下降了 1.8%， 所以看起来经济是有点萎靡不振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新浪网也有这样子包括每日新闻有这样的文章说日本的媒体自己说，高市让日本一脚踏进泥潭就是你有一点是拔不出来了，有一点这个陷在里头了。包括您看他这个高市希望增加防卫开支嘛，那防卫开支一增加，日本的国内经济可能会走向贫困。然后呢，他再甩锅说这是中国的害的，煽动仇恨，然后进一步再推高这个防卫的开支那这样子会让日本的这个经济上面可能会雪上加霜。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呢，有一些媒体称高市是这个所谓的柴契尔夫人，就是英国的前首相嘛。那英国的电讯报就这样讲，他说高市自称是亚洲的柴契尔夫人，就是一种不合理的
的增债计划来挑衅市场，推行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掩盖失败政策带来的通膨效果。那各个媒体或各方的评价都有哦。可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看到了1941年12月7号，刚刚才过去的这一天，那个时候的珍珠港偷袭珍珠港事件哦，日本的这个日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2战的84周年纪念日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镜头哦，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也不断的在播送哦，所以中国大陆的网友就发文说，是防止美国人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哦。过去美国的珍珠港被日本人给偷袭了，而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是不是不想要涉入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的争端呢？我们刚刚也讲了，美国其实相对沉默因为日中现在紧张的局势其实是蛮严重的。金融时报就有一个内幕报道说，日本人其实有一点失望的因为日本的驻美大使呢曾经私下去沟通，希望美方用更大的力度公开力挺日本，可是美国并没有正面的回应那日本的这个愿望这个落空了，所以有一些失望。美国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呢就说，国防支出不足将会付出代价，所以他要盟国尽量的增加各种的责任包括防卫的支出那日本的媒体普遍认为，这种言论就是针对日本在内的盟友，刚刚特别提到了，包括韩国、日本，甚至是我们台湾。北约扩张时代结束了吗？我们看到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说，这个所谓的要俄乌战争落幕或者是让川普的新版的国安战略他觉得大致跟俄罗斯的立场一致所以呢，这个对于美国文件中承诺消除对北约作为永久扩张联盟的认知他们表示欢迎，他们觉得这是令人鼓舞的。所以川普跟俄罗斯这边的想法是一致的嘛？来请教亮哥。我觉得你不要用经济去思考日本右翼的思维方式啦。你经济会多坏，起码要半年以后才有感觉吧。现在就是这样耗着啊。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制裁事实上都不是全面的啦。比如说旅游，它只是劝诫。你说真的都没有去日本吗？不是，不是水产那个是真的就禁了，可是那个只是一个部门就你并没有到非常大啦比如说很多人提过的，稀土全面禁止出口日本，我到现在还没看到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更离谱的说不准日本的飞机飞过中国国境哇，那这个大了，这是谁的提议啊？我就老百姓就说。你如果不能经过因为俄罗斯禁止日本飞越俄罗斯对啊，往欧洲防线只好飞北，要绕极了。你想想要绕多远？要绕很远。那你去中东、去印度，你怎么飞啊？可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会令人 shock 的措施有效的措施没有看到水产跟旅游那算什么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美国没有反应？你如果飞机被打下来，我就会反应了。可是没有发生嘛，没有发生，他干嘛反应？就是中日目前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军事，说好像在战争边缘状态。没有，美国干嘛反应搞不好让你们两边都紧张一点对我不一定没有利所以我觉得目前是这个状况那至于去讨论日本经济我觉得他也坏不到哪里去了，因为日本人真的蛮爱国的日本的公债目前已经占 GDP 的230世界第一可是都是内债，都不是外债那日本老百姓或者寿险公司还是在捧场就这样撑住所以我认为他的经济你说会坏，也不会立即像悬崖式的崩塌，不至于啦其实现在比较好玩的是美国那个国家安全战略啦因为其实他对北约我觉得坦白说这我是佩服川普他讲了2个原则第一个，北约不再扩张
所以乌克兰的美梦没了，啊。第二，北约如果你还把俄罗斯当作假想敌，2027请欧洲人自己去扛，我不玩了。你想想这是多大的改变？很大，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意味着什么？日本要加入北约啦，亚洲要北约化啦，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哦，所以我认为川普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真的是退缩了。它实际上是同心圆式的，先以美国为主，然后接下来是美洲，然后接下来呢，现在全球的经济还有科技，美国要维持领先地位，接下来才有区域冲突的问题。所以说什么印太经济、印太安全啊，事实上是在川普的第4层，你是第4顺位了啊。所以你说川普有多关心日本，多关心台湾？我看最好不要这样想，排在小4，第4位，第4位，小4，第1位是美国自己，美国优先嘛，我要把就业拿回来，对对对，非法移民你给我出去，是，那接下来巩固美洲啊，美洲它可能就会撞到中国啦，因为什么基础建设啦，关键矿产，是，中国有进来嘛，可是我认为这个就是看实力了，第3层就是科技、经济， AI 啊美国要执牛耳，是。第4地缘政治的，其实他兴趣不大，所以你不要高估了，说西太平洋他会急着介入，不会啦，要真打起来他才会介入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高市想要得到川普更多的支持，我跟你讲，就有人这样分析，迟迟等不到，有人这样分析，说日本这个时候是见真章的机会，放虎出笼啊，你要趁机武装你自己，赶快。美国现在不会管你，放手啊！所以我觉得高市或者是右翼 catch 到这个，他们得到这个 sign， 对我认为是机会之窗，所以就急着做 ，OK， 急着做，可是真的做成的，川普真的完全不会管吗？我跟你讲，我看的那篇文章就写说，真的做了，你要接受的考验是中国跟俄罗斯，因为他们第一个跳起来，所以不是美国跳起来 ，OK， 是中国跟俄罗斯跳起来。万一中国跟俄罗斯真的做了什么，美国可能才会讲话，对，或者是介入，对，好，来，将军怎么看这个？那个今天是12月8号，那美国时间12月7号，所以在84年前的话，就是1941年的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是刚好84周年了。那因为在偷袭珍珠港的这个美国的参战的作战的这些官兵呢，现在都凋零了，因为84年了，那是20岁，现在也要104岁，所以活到104岁。那现在这些人都已经陆续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变成一个历史的共同记忆，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那时候在对抗战已经打了4年，将近4年半，咱们单独作战。那日本呢？日本习惯用2个，第一个偷袭，第2个闪击战。这2个，一个偷袭，一个闪击，动作快，然后确实也让美国吃了苦头。你看然后在整个太平洋战争呢，也包括这个冲绳战役总共美国大兵死了20万人。所以到最后美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让日本投降，是这样。所以这个有个共同历史，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就中华民国跟美国是共同被侵略，日本也是偷袭美国，美国也是被侵略啊。后来美国开始反击，那反击付出的代价很重，而且日本当初在菲律宾的时候啊，在1941年12月也同时打菲律宾，然后美国根本猝不及防，所以麦克阿瑟撤到澳洲去了。那个来不及撤出的，在菲律宾投降，所以有8单死亡巡军。你看呢，每一天啊，8单死亡巡军呢，包含菲律宾的阿兵哥啊，加上美国通通加起来7万多人，每一天呢要被日本人大概处死或什么刺死，大概将近500人。因为什么？因为不让人家上厕所，不让人家喝水，然后又痢疾又拉肚子，一路都是大家拉他身上。因为你如果是要什么，他就把你认为你要逃亡，就把你弄死，是这样。然后到达了那个我们讲战俘营啊，又陆续有死亡、下痢啊，这个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所以美国也就有这方面的这个历史的印记。然后历史印记也这时候把它抬出来了，为什么？然后因为现在包含川普都认为日本在占美国便宜，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有时候做球给美国。你这样子啊，你历史记忆出来了嘛？你没有这一件事情，有历史记忆吗？他提醒他，对，有历史记忆啊，那大家就想到了，因为当初罗斯福还讲的话还非常狠的，认为日本人在这一方面的野蛮的行径啊，要遭到
这个大举的报复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呢，那个时候后来当然了，美国的飞虎队也帮助我们中华民国，后来这个制空权掌握了，后来反攻，整个2次大战呢就由劣转优，由败转胜，是这样，也变成了中国大陆其实按照这个在历史上来看的话，跟美国正在共同抗日的。那把这个历史挑出来，回到历史记忆，他们就会想到偷袭珍珠港的事件。所以我们来看呢，这个是中国大陆对美国也是一个送个礼物。另外一个，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的紧张，日本就要编更多的国防预算来买相关的武器装备。那受益的是谁？受益的就是美国，是不是这样子？那你不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不能一直靠美国来保护啊，自己要尽到这个责任啊。那这些武器装备也要向美国买，那美国要赚钱了。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呢，他不会去帮日本人说大话。你要自己负起自己的国防的责任，多买一些武器装备，多编一些预算。那这样美国不是笑哈哈？所以美国这时候啊，不见得要去帮日本说。所以美国蛮高竿的，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保持静默反而更好。这样让日本呢花更多的钱来做他的国防建设。另外我们来看就是这一个在这个巴当死亡行军的这个历史记忆啊，也造成麦克阿瑟非常大的压力，说早一点要回到菲律宾，是，那这个进度就快了。所以我们来看呢，整个带有一连串的历史的这些，往往因为区域的紧张或冲突被旧事重提，没错，变成历史的回顾。所以人还是要读历史啊，不能忘记历史。来，请教严老师。我在美国读过历史的学位啊，那特别在提到这个偷袭珍珠港这个 December 7啊，这个12月7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老师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他认为说美国其实老早得到情资，知道日本要偷袭，但是故意让他偷袭，否则美国人不想打仗。没有借口，没有借口，就是美国人是孤立主义嘛。你看欧洲打了那么久啊，美国都没有进入哦。对，美国只提供英国什么租借法案啊，就是提供他就像乌克兰现在一样啊，就是只提供援助啊，各种的，然后租借我的军舰啊什么等等，但是没有介入，直到日本打了以后啊，他才正式进入，然后才跟德国也算宣战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现在觉得好久以前的了。可是大陆就把你丢出来，让你想一想，当初啊，你这个，其实最近还是不但有拍珍珠港的相关的电影嘛，很多嘛，所以让美国人去想一想，日本曾经这样偷袭，那美国为什么在2次战后对日本比较宽容？很多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都认为，就是说，因为他是站在反共民主阵营这一边啊，作为这个什么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个维护西太平洋的美国的一个围堵的一个棋子，然后就也不相信日本完全忏悔，认为说万一他这个军国主义复活很麻烦，所以逼出一个和平宪法，然后呢，因为美国都是美国人军队在那里捍卫。这样子的情况搞了20-30年之后，到了1980年，人家说不对啊，你把这个老虎养大了。日本出口到美国，把尤其是汽车，把美国打得很惨的时候，美国人就说，不能这样子，我们给他一个核子保护伞，就他回头来经济发达了，来经济侵略，经济侵略我们。所以这一段历史其实都在，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对日本的质疑等等，被21世纪被大陆兴起给取代了。现在美国人担心，因为日本再怎么样是1亿多人口，对可是大陆的人口是10几亿，然后大陆现在是日本那个时候是经济把美国吓坏了，大陆是贸易也是，然后科技也是，军事也是然后还有在外交场合，你看在这个 Global South 这么全面的来挑战美国，所以等于是美国过去对日本还有一些疑虑，现在都转到大陆，可是中国就要提醒你说，我们是长期是友好的哦。从18世纪美国第一艘船进入到这个大陆刚独立的时候，到现在200多年了这个互动的历史都是友好的，只有日本侵略过你们，去想一想。他在提醒他们，对，某种程度是这样。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家 GPU 的新创企业它叫做摩尔线程最近非常夯啊，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它12月5号在上海证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第一天
哦，开盘价一度飙升到650元人民币，这个涨对哦，到后来是收盘688元，哦，这个涨幅高达了468.78%，非常吓人500%哦，500%哦，这个谢谢我们的郭博士帮我们 update 哦，所以这个非常吓人，有人就叫它什么中国版的辉达哦，非常的这个厉害哦，所以你看到一大堆，总共33兆。哦，这个中国的股民呐，all in进去这里哦，那他们怎么说？要么一起暴富，要么一起战死。因为这一家公司真的这个非常的奇妙，它没有盈利哦，营收微薄，在2024年只有4.38亿元哦，累计亏损严重。可是大家看到的是它的未来，希望它变成像是辉达那样子的一个光辉的一个未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往上往下总冻结资金超过33兆元的认购，非常的可怕哦，大家都惊呆了哦。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大陆的新股 IPO， 除了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摩尔县城之外，还有另外第二股叫做木西股份，也一样哦，非常的夯哦。这个中签率据说比摩尔县城更低。那中国大陆的股市非常的蓬勃，华尔街也看好说未来可能还会续强，包括 AI 实力，包括经济韧性带来的投资价值。所以呢 ，A 股啊，中国大陆的 A 股总市值已经破了100兆人民币，而且呢，会陆续对优质的机构来做松绑。那一些投资人就看好嘛，一些钱就会进去。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连续第13个月哦，增加黄金的持有哦，这也是一个这个某种程度的一种这个 sign。那川普是不是搞垮了自己？我们来回头看看美国。美国现在呢，因为川普2.0加剧美国贫富的差距，所以《金融时报》也批评说，这可能会冲击共和党的期中选举。因为一般的民众如果他的这个各种的购买力呀、通膨，他感觉非常痛苦的话，可能这个选票上面就会做一些抉择。而另外，我们看到川普端出的关税这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收到成效呢？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还是持续的增加，光是今年前11个月，它对美国的顺差已经破了1兆美元，所以是不是没用呢？当贸易战，如果你这个提防逐越高，中国大陆制造的洪流却已经改到慢意哦，因为它还是不断的在成长嘛。所以关税战2.0，我们看到美国要求中国大陆多买一些大豆，没有错哦。中国大陆已经遵守合约了，本季的这个种植季的这个大豆的采购承诺，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1/3，这是来自于格里尔的说法。所以你看到这一回合到底哪一边赢呢？来请教亮哥。我这个摩尔县城哦，为什么会暴涨啊？第一个，它的流通股只有6.25%，所以它等于是放小小的股出来上市啊，就做 IPO 啊，那所以它量非常少啊。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它可以做芯片、板卡、集群，还有软体生态全链条涵盖，中国大陆只有这一款 GPU 做到全功能，所以它就被类比到辉达了。对，其实差天到地了。可是为什么会暴涨呢？因为看得出来中国政府并不乐见中国的厂商去买辉达的芯片，所以即便黄仁勋在那边拉皮半天，终于可以卖到北京、卖到大陆了，恐怕没有人要买。因为中国大陆已经确定一个政策，就是芯片 GPU 要自己做了，那不要对辉达芯片产生技术依赖。那我觉得这个政策越来越明显，所以呢，它现在年营收啊，摩尔县城只有10亿人民币啊，非常少。结果这次 IPO 募资一天募到80亿，所以你可以去想象啊，这完全都用本梦比在想，真的，就是第一个，NVIDIA 可能进不来第二所有的政府政策都支持我，赌一个未来，所以他就很容易得到各种政策的支持。那股民当然支持，就前一支叫寒武纪嘛，对。可是寒武纪是特种芯片，这个是全涵盖所以做梦又做更大了大概是这样了。那因为中国大陆确实有一些东西大家就会胡思乱想因为比如说它的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的速度，还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
扩张这个非常广的一个领域啊。那政府又刻意的要发展国产芯片，对啊，所以就使得只要达标的航母机第一个，然后这个摩尔线程第二个啊，现在还有木犀耶，股市都是暴涨对，啊，木犀还没有上市，还没有就是说都是暴涨啊，所以你要说是全民力挺，也没什么不对啦。其实主要不是全民力挺啊，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力挺。哦，所以你可以想象，银行也会去买啊，那口托公司也会去买啊，其实抽到签的人很少，一般买不到啦，那这个大概就是科技战，大概就是没有办法了，中国大陆大概已经完全下了决心了，要自己搞，在半导体产业，要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啊。那这个美国当然没有办法，你既然要这样做，那辉达就会倒大霉，因为它是全功能的 GPU。那如果说中国的市场，它逐渐做不到，这个影响蛮大的哦。因为辉达目前在中国的市场大概有180亿美金，它已经2个月卖不出去了，所以这个对黄仁勋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然后再加上谷歌那个 TPU 不是上来了吗？对，所以等于是美国内有竞争者，那中国本来的市场眼看着要逐渐萎缩哦，所以处境不太好了。其实蛮辛苦的。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现在暂时休兵，可是到最后，我们可不可以观察出谁胜谁负呢？来请教老师。我觉得很简单哦，就是说美国当然从大陆进口的少很多了，可是对不起啊，大陆出口的东西不是只有靠美国市场，因为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中位数可以到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所以你看它为什么今年总体的出口还是照样成长，因为它不是像美国的东西很贵嘛，那如果今天有些国家不买，美国就很麻烦，它卖到这个全球南方，人家买不起。可大陆的不是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美国是低估了。就是你今天大陆在全球南方本来就已经布局很久了，那现在有些东西相对之下，经过关税战之后，大陆东西变便宜，特别大陆现在还对非洲国家全部免关税进口啊，非洲国家的出口到大陆全部免关税，所以它会有这个成长。那我觉得今天看川普，如果今天没办法扭转啊，之前我们11月有一个小的期中选举，那已经看到民主党有些进步。虽然明年啊，他这个选区重划，我们看到就是加州的已经可以了，大概加州民主党会多5席。本来德州那个被法官说不行，结果现在最高法院说可以维持住啊，那就互相抵消。可是你互相抵消，执政党在期中选举必定丢20几席的，那他现在只多3-5席左右，那不够嘛，就不够丢啊，所以不够丢，明年看起来众议院就不会过半。那如果众议院不过半，川普很可能就是跛鸭的总统。那如果是一个跛鸭的总统，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就是你很多的这个预算政策就很难通过了，很难通过之后，我觉得大家都在等嘛，那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也会反击了，因为你已经没办法掌握，特别是如果我觉得川普也没办法真的去选下一任，所以等到2028的时候，已经不是川普挂头牌那很多的人就可以说，你今天川普去找人说，谁会延续我的政策？人家想说你都不在了，我还一定要站在你这边。那所以我相信会有一些比较有一点脊椎的共和党员敢站出来就是说不同意他的一些作为。那慢慢美国，我觉得如果这个经过了这个看到我们没有占到中国的便宜，结果我们自己的经济也没有特别好，那未来就会有一些转折，那会让这个共和党慢慢回到一点校正回归一些了。否则的话，今天川普继续这样闹下去
他个人的获利很多啊，可能他说不定明年还拿一个诺贝尔奖也不一定，因为他就是我要先制造一些矛盾，然后我来处理矛盾，处理完以后，收割，然后我就是创造出一个新的和平。我觉得他整个的，你看这个最近又在刚果跟卢安达搞一个啊，然后反正他就是觉得只要有战争，欢迎战争，因为有战争，下面就由我来帮你们收尾，对，他就可以得一个那个诺贝尔和平奖。这才是他终极目标。这是他终极目标。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请将军怎么看这个经济问题？那个美中贸易战呢，这个从川普上来一直打到现在，那中国大陆还继续顺差，那顺差就破1兆美元，相当多。我认为中国大陆它第一个做调整了，做市场转移，转移到中东市场，转移到欧洲，甚至转移到很成功转移到东南亚。那大家市场转移，那不见得要依赖美国啊。那现在，所以中国大陆继续享有这些贸易的顺差。第二个，我认为它是强调的制造业。现在中国大陆占全世界制造业的占比占33%，这33%就是中国大陆占制造业占全世界的1/3。你更看厉不厉害？对，还在往上跑。那美国都是衍生性的商品，债券啊、金融、保险，你这些都是衍生性的商品，并不是制造业。制造业是一个实体的。那第二个，美国在这边，美国那个军工产业是很发达的，但是打仗的时候生意很好。那不打仗呢？人总有不打仗的时候吧。而且有些基本的大家都会做，那做尖端的，那做尖端的时候，如果不打仗没有生意。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说制造业是萎缩了。那第三个，中国大陆由轻工业走到重工业，以前做圣诞灯泡啦，有没有做烤面包机啊？还有做的我们讲的烤肉架卖美国，现在不是了。现在中国大陆做轨道工程，你看呢？中国大陆现在它的高铁48000公里，占全世界的高速铁路占全世界70%。这个量比大不大？那现在铁道轨道输出，轨道工程输出。因为他自己做的差不多了，就往外输出。另外，我们来看大疆无人机，也在全世界占比到70%。因为这些都是值钱的小小的东西就是好几千上万你知道这个赚这些钱那大家要不要？要啊！为什么？因为它物美价廉，不贵，是这样子。那第三，我们来看电动车，电动车中国大陆在全世界占比也到了70%那电动车的市场目前还在增长当中这个都是还有中国大陆的造船业，不管是这些货轮或者是油轮，还有运输轮，那中国大陆也是大量制造那大量制造的话，大家知道一量产规模就出来，一规模出来成本降低，那竞争力增加了，是不是这样？这些都是重工业。那我们再看一个重工业，现在将来的市场转移到哪里？转移到 AI。那 AI 的话，现在中国大陆也在搞 AI， 美国也在搞 AI， 因为将来鹿死谁手，看谁的 AI 最快。中国大陆也要急起直追，直接跑那美国本来这个领先的优势中国大陆现在跟它等量齐观。所以美国在 AI， 我认为这长期来看未必会占优势因为中国大陆以后做出来的晶片白菜价本来是大家好贵这个 AI 很贵，一直在层叠上来，这个中国大陆通通已经把它变成 AI 化之后了，都变成自动化，以后真的变成白菜价，把其他的世界的各大的市场整个的占比又拉升了出来了。